这天清晨，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，大山脚下农户的家门外站立一人。这个人中等身材，40岁上下的年纪，虽然一身疲惫，但有一种掩藏不住的机敏和干练。这个中年男人身边跟随着一个小女孩，看样子也就4、5岁大小。砰砰砰，砰砰砰，男人抬手敲打木门，就听院子里有人就问：“谁呀？这么早就敲门？”“在下马万良，请问张农夫在家吗？”“哦，我在家，您稍等，我来开门。”就听院内一阵滴里嘟噜的脚步声来到门前，夸嗒，吱扭，门分左右敞开了，面前出现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，头上包巾，一身粗布衣服，肩膀和膝盖都补着补丁，黑红的脸庞一看就是风吹日晒的结果。“马先生，您可真够快的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原来这位张农夫夫妻俩年近40，还无儿无女。马万良前些天就跟他约定好了，以3两银子的价格把自己5岁的女儿卖给张农夫。张农夫对孩子很满意，与马万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，就留下了5岁的三花当女儿。马万良怀揣着银子转身出门，含着眼泪上路了。其实呀，这马万良是个假名字，他的真名叫萧剑飞，是成了名的侠客。早年间曾做过镖师，后来被王爷看中，留在王府当了贴身护卫。几年前，萧剑飞因为看不惯王爷的所作所为，就假装得了肺痨回老家养病，隐姓埋名过起了隐居生活。前不久，妻子桂春娥不幸身染重病，萧剑飞就把3个未成年的女儿叫到面前说：“大花、二花、三花，你们都还小，但是你们的娘得了重病，没有钱医治，要是再拖下去的话，恐怕性命就没了。现在为父我只能将你们3个卖了换银子，好给你娘治病救命啊。”说完之后，他分别给3个女儿每人一个小布包，嘱咐他们一定要等到13年后的8月15那一天再打开看，说到时候就能够回到父母身边了。就这样，12岁的大女儿大花被卖给了一个姓李的木匠做女儿，7岁的二女儿二花卖给了一位武师，5岁的3女儿三花就卖给了张农夫。从此3个孩子的命运便各有不同了。大花跟着李木匠夫妻平安长大，18岁这年就招上门女婿成了亲。丈夫是养父选中的他最得意的弟子，叫冯贵。转过年来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叫李德全，一家5口生活温馨和睦。二花的养父是一位武师，专门给有钱人家的护院当教头，说白了就是武术教练。有一年，二花的养父遭人陷害，污蔑他与郭财主的夫人有染，遭到郭财主的追杀，不得已带着一家老小远走他乡，改名换姓，靠卖艺为生。二花在流浪当中跟随养父学了一身的好武艺，他非常有正义感，经常行侠仗义，做见义勇为的事情。因为爱穿一身红衣服，所以人送绰号红衣侠女。3女儿三花很是不幸，张农夫买回这个女儿之后，一开始很疼爱三花，可转过年来，张农夫的妻子竟然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从此张农夫夫妻俩就把三花当成了累赘。6岁的三花便被养父母逼着下地干活，回家还要喂鸡喂猪。后来为了发笔横财，张农夫将8岁的三花就卖到了城里的怡红院。长到14岁，三花便被逼着接客，但是三花誓死不从，只卖艺不卖身。最后老鸨子拿他也没有办法，因此3姐妹当中，三花是最恨父亲的。她们姐仨都不明白，
当年家里并不是没有给母亲看病的钱，可为什么父亲要把我们卖掉呢？述说简短，13年后中秋节的晚上，大花在自家屋里，二花在练武卖艺的台子边上，三花在怡红院自己房间的窗口。姐妹三人在不同的地点同时打开了当年父亲留给他们的小布包，里面分别包着一张地图，图上标注了一个地理位置，图下面写着一行字，意思是说让姐妹三人在9月初9重阳节这一天一起赶到地图标示的地点，那里就是父母的住处。他们去了，一家人便可以团聚了。8月15到9月初9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眨眼就到。等姐妹三个分别跋山涉水找到地图上标注的地点的时候，他们都傻眼了。原来这里依山傍水，绿树环绕，美不胜收。可惜的是，哪有什么家呀，只有2座孤坟。坟前竖着一块石碑，碑文上刻着父母的名字。10几年没见面的姐妹三个都已经长大成人，彼此讲述完各自的经历之后，加上看到父母早已故去，三姐妹不禁抱头痛哭了一场。哭罢多时，二花就发现墓碑下方刻着几行小字，碑文告爱女，下雨穿蓑衣，有情方可嫁，信义好儿难。几个人就想，怎么父母的墓碑上会刻这么一首诗呢？表面上好像是嘱咐女儿要嫁一个讲信义有感情的好夫君，可仔细一琢磨，明白了，4句话的第1个字连起来念就是碑下有信。对，这墓碑下肯定有父母留下来的书信。果然，找来敲镐在碑前挖下去大概有1米左右，一个铁盒子映入眼帘。打开铁盒，里面用牛皮当纸写有一封书信。看完这封信，三姐妹终于明白了一切。原来当年他们的母亲身染重病，将不久于人世，而他们的父亲萧剑飞发现自己也患上了绝症，活不了多久了。夫妻2人要是一死，留下3个未成年的女儿，生活难熬倒是小事，关键是萧剑飞当年在当镖师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给王爷押镖，半路上遇上土匪，一剑刺死了土匪头子猫眼鹰的独生儿子。萧剑飞武功超群，他活着，那猫眼鹰拿他没办法，可要是知道他死了，猫眼鹰一定会找到他的女儿们报仇出气，到那时3个孩子必然遭殃，所以他才想出了化名马万良，分别卖掉3个女儿的办法，以保证孩子们能够顺利平安的长大。再有就是当年的王爷登基做了皇上，萧剑飞很了解这位皇上，荒淫无度，不理朝政，就以他的体格活不了几年。而这位皇上的大儿子，也就是太子，从小就喜欢习文练武，宅心仁厚，将来老皇上一死，新皇登基，必然要剿灭各地的土匪，到时候土匪猫眼鹰也就会迎来末日，萧剑飞的女儿们就安全了。因此萧剑飞才安排好了这一切，生前自己找好坟茔，做好墓碑，花钱托人将他与妻子合葬在一处。读完父亲生前留下的书信，萧剑飞的3个女儿在坟前再次泣不成声。后来3花自然没有再回怡红院，跟着2花开始行走江湖，做一些行侠仗义的事情。大花则是跟丈夫继续开他们家的木匠铺，生意兴隆，家庭和睦。